Hello， 各位骚棒，今天咱们继续来品鉴一部能把我头盖骨都给雷开的逆天短剧，开局就是王炸。上一秒我方女主还在为国捐躯，下一秒直接睁眼，好家伙，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古色古香的婚房。我的妈，这是啥子情况？任务失败，直接送异世界大礼包，还附赠婚房 play。女主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状况，就发现自己被下了药。她融合了原主的记忆，瞬间绷不住了。原来原主一个叫沈安若的倒霉蛋，在大婚之夜被自己老公和那个陪嫁过来的白莲花姐姐联手毒死，这妥妥是嘎了之后人生重开的节奏啊！更离谱的是，门外那对狗男女还在激情复盘，那个渣男老公侯府世子完事儿之后还对白莲花姐姐甜言蜜语，说啥子沈安若的嫁妆早晚都是她的，就连她老公也是她的。我直接地铁老人手机，这下头男的业务能力也太堪忧了，5分钟就完事儿了，腹肌也没有，差评。这白莲花姐姐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假惺惺的说自己身份低微，没法堂堂正正陪在世子身边。渣男世子嘿嘿一笑，表示婚书上早就做了手脚，写的根本就是他沈安静的名字。好家伙，骗婚夺嫁妆，还想顶替身份逼良为妾。这操作堪称古代版 PUA 级大成者，强烈建议纳入反诈教材。女主心想，既然继承了你的身体和身份，这笔账姐替你加倍讨回来，说干就干，嘿嘿嘿，懂的都懂。做完这些，我们的大女主直接开启了搬家模式，利用空间金手指把原主的嫁妆聘礼，甚至整个侯府的库房都给洗劫一空，那场面堪比双11零点抢购绝绝子。钱财到手，女主一把火点了这对狗男女的婚房，然后悠哉悠哉地坐在院子里，一边啃着烤鸡，一边欣赏火烧赤壁的现场直播。我真的哭死，这才是真正的身临其境。很快，侯府上下乱成一锅粥，老侯爷气得胡子都飞起来了，冲出来就看到自己儿子和那个沈安静衣衫不整的从火场里跑出来。渣男世子还挺有担当，当众宣布他和景儿两情相悦，已经圆房，他就是世子妃。女主在一旁疯狂补刀，说既然你们生米煮成熟饭，婚书上写的也是沈安静，那赶紧把我的嫁妆退了，我立刻退婚走人，你们爱咋咋地。你觉得老侯爷会答应吗？天真，他直接表示想退婚，可以1分休书拿走，但嫁妆1分都别想带走。渣男世子更是逆天，说反正你们姐妹俩都要共侍一夫。我特妈也惊呆了，这一家子是把不要脸当祖传手艺了是吧？女主冷笑一声，直接放出大招，不退钱可以，明天南诏国都的头条八卦就是侯府联合沈家骗婚骗嫁妆。就在双方极限拉扯的时候，管家连滚带爬的来报，侯府库房空了，所有嫁妆、侯府多年的积蓄，连侯爷夫人的貂皮大衣都没了。这下全场一摸了，老侯爷当场就想表演一个原地去世。渣男世子更是脑回路清奇，居然反过来质问沈安静是不是沈家搞的鬼。女主趁机开出条件：一，按单子赔我母亲的嫁妆，价值20万两；二，对外宣布嫁进来的是沈安静。老侯爷还想耍赖，女主直接掏出簪子抵住渣男世子的脖子，上演了一出现场教学之强扭的瓜不甜，强留的人会要命。在亲妈他会杀了儿子的尖叫声中，老侯爷终于怂了，没钱没关系，打欠条，利滚利的那种，潇洒的拿到20万两的欠条，女主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只留下一句山鸟与鱼不同路，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，拜拜泪凝泪。但事情还没完，他同时得罪了侯府和自家尚书府，他那个亲爹也不是啥好东西，对那个绿茶养女比亲生的还好。女主很快意识到，光有金手指不行，在这个皇权社会必须得找个够硬的本土靠山。说来也巧，当朝皇帝正因为要送最宠爱的百灵公主去天元国和亲而发愁，女主的靠山这不就自己送上门了吗？女主直接进宫面圣，对着皇帝舅舅就是一顿输出，声泪俱下的表示愿意替表妹分忧，远嫁和亲。那演技，奥斯卡都欠她一座小金人。皇帝当场就被感动了，真的傻外甥女啊，快起来！当即下旨封她为皇义公主，带妹和亲。揣着新鲜出炉的圣旨，女主杀回了沈家。此时她那个好爹、渣男前夫、绿茶姐姐正聚在一起开香槟，商量着怎么把绿茶扶正成嫡长女。看到女主回来，他爹上来就要她跪下认错。认错？认啥子错？认我被绿成青青草原的错，还是认我被骗走20万两嫁妆的错？绿茶姐姐还在旁边拱火，说什么姐妹一体，你的就是我的。女主直接一个大逼兜甩过去，打的就是你这鸠占鹊巢的白莲花。渣男想护着，
一脚踹飞。他爹想动他丫鬟，女主直接掀了桌子，霸气护短。就在他那个便宜爹要上家法，准备上演全武行的时候，门外一声高喊，甚至道：“好家伙，这致命空大！”被女主的王炸给完美打断了。小小的后续啷个发展，咱们下期再聊。